大家好，前段时间呢，我收到一位粉丝朋友的私信，说他在美国唐人街买茶叶，然后茶叶店里的人把铁观音分成红茶铁观音和绿茶铁观音，想问我是咋回事儿。碰巧隔了没几天呢，又有一位朋友问我说，铁观音是不是分生茶和熟茶？我本来以为铁观音都已经过气了，没想到还有蛮多人问的。不过由于我本人对于铁观音呢不算是特别的熟悉，所以我咨询了安溪当地的一个朋友，然后整理，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来回答一下。在安溪，铁观音确实可以被分为生铁观音和熟铁观音，那主要是根据是否进行炭焙干燥来区分。对外宣传比较多的说法是，生铁观音不经过炭焙，然后根据香气可以分成清香型和浓香型。熟铁观音呢经过炭焙，按照炭焙的程度可以分成轻中重，然后炭焙过后的话，它的颜色是深褐色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科普的帖子会把浓香型铁观音和炭焙铁观音画上等号，这是因为熟铁观音的味道比较重，消费者不太能接受，销量一般，于是商家就把一部分的炭焙铁观音也归入浓香型铁观音，这样根据香气的特点来卖茶，发现大家的接受度好像会更高。但是根据传统的话，这两者是不能够划等号的，而且生铁观音中的清香型和浓香型是按照香气的浓淡来区分的嘛，这也是为了让普通的消费者更好理解。但实际上在当地呢是不这么分的，他们通常根据茶叶的做青程度和口感品质，把生铁观音分成正味、消青、脱青等等。这几个类型的话就分得太细致了，在没有拿到茶样的情况下很难进行区分。等以后有机会我去到安溪当地学习再来和大家分享。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啊，唐人街的茶叶店把铁观音分成红茶铁观音和绿茶铁观音，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我当时以为红茶铁观音是用铁观音的树种鲜叶，用红茶的方式来加工，并且焙火的程度比较重，所以喝起来有肉桂的味道。而传统意义上的铁观音，由于汤和叶子都比较绿，所以叫做绿茶铁观音。其实并非如此，现在看来呢，其实就是分别指生熟铁观音，它们的加工过程呢还是乌龙茶的步骤。没错，铁观音是乌龙茶，并且属于闽南乌龙。之前那期视频中呢忘记说了。加工过程呢，主要包括萎雕、做青、炒青、包揉和烘焙。是生是熟呢，主要是看烘焙这一步是否进行炭焙。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觉得解答大家的疑惑也还蛮有意思的。遇到我不太了解的内容呢，我也会去找资料学习，然后再来解答。所以关于茶叶，各位有什么疑惑的话，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私信中告诉我，我会尽力回答的，还能够顺便给视频攒素材。那如果觉得今天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那请点赞、评论或者关注我支持一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